乌克兰远程袭击不断，俄战机被迫后撤600公里。乌俄战争打到现在，为什么没有发生像样的空战？乌军重新攻入克列涅沃地区，占领30多平方公里。乌克兰展现新战术，用无人艇击落俄军直升机，并引爆俄军黑海油塔。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军打击俄罗斯边境和更深处目标的战略正在进行中，且频率越来越高。据综合报道，从凌晨开始，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罗斯托夫以及沃罗涅日和阿斯特拉罕州均遭到了乌军远程打击，防空警报一直响个不停。虽然俄方一直既往宣称拦截了全部来袭目标，击退了乌军攻势，但从现场流出的画面和目击者的表述看，上述地区还是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爆炸。其中最引人注目无疑是对阿斯特拉罕州的袭击。12月9日，俄方消息称，有至少3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这里的卡普斯金亚尔导弹基地。据悉，该基地是俄军发射奥列什尼克中程弹道导弹的地方。此外，受乌军远程打击的影响，俄军已经将战机后撤600公里进行规避。据更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俄军已经将前线的苏34战机后撤到了距离乌克兰边境600公里远的恩格斯2空军基地，远离第一战场。据悉，该基地过去是用来停放图160和图95MS 这类轰炸机的，是作为远程攻击手段使用的。但现在，为了规避乌军无人机、ATACMS 导弹等远程打击，苏34被安置在这里，将很难发挥其对乌军的压制作用。说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乌俄战争打到现在，竟然连一点像样的空战都没有发生，甚至乌军都打到俄本土了，都没看到俄空天军出来力挽狂澜，反而依靠着人打堑壕战，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印象中的现代战争应该是空军炸、海军轰，之后步兵上去插旗，就像海湾战争一样。但经过乌俄战争，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开始产生自我怀疑。这主要是因为海湾战争是强国打弱国的碾压局，而乌俄战争双方的实力差距并不悬殊。别看俄军数量多，整体实力占优，但乌军手握北约、欧盟持续援助和先进情报支援2张牌，打到现在都快成弟弟了。尤其是信息化作战方面，乌军优势明显，因为有着北约卫星、预警机、电子战等情报支援体系，乌军指挥部就能在显示屏上精准知道自己在哪、援军在哪、敌人在哪，然后命令一线部队迅速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当然，俄罗斯也不是全瞎，其拥有格洛纳斯卫星导航和自成一体的信息化作战系统，只是相比北约效果显得很粗糙。由此我们就知道，在乌俄战场，在全方位的监视下，乌俄双方无论是战机、坦克、装甲车，都很容易被对方跟踪定位，然后直接当成活靶子。毕竟战机、坦克数量再多，也斗不过廉价的无人机。因此，乌俄双方打到现在仍以阵地战、消耗战为主，相互之间用大炮激情互射，只不过乌军凭借无人机导引优势所获的战果更多。至于俄空天军，现在越来越像网友说的是一支飞行表演队了。本来俄军战机布置在前沿基地时，还能起到压制乌军战斗机、攻击机、轰炸机的作用，使其无法越境打击自己的后勤基地。但现在就如视频开头所说，俄军战机后撤600公里就难发挥其压制作用，因为要想执行超视距的空地打击、电子对抗和电子压制任务，是需要先进情报系统支持的。但俄罗斯在这方面并不占优，俄空天军的大部分现役装备都是以苏联技术为基础进行改进和发展的，主打一个傻大粗，在电子化、信息化、智能化方面与现在严重脱节，关键时刻非常容易掉链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火力军这期视频。其次是俄军战机的妥善率不够，虽然相关数据俄罗斯进行了保密，但据北约的统计，在乌俄前线，俄空天军现在平均一天也只能出动100至200架次，这对于纸面数据居世界第2、拥有4000多架飞机的俄空天军来说，实在有些低了。更何况，据美国的空军杂志2022年1月公布的一份美国国会预算处报告显示，自2020年起，美国空军的整体妥善率只有45%，其中 F-15CD 为45%，F-16CD 的好一些，但也仅有55%。美国作为军费第一大国，在这种巨额军费下，美国飞机的妥善率只有50%上下晃荡。可想而知，
军费本就捉襟见肘的俄空天军飞机妥善率会低到一个什么程度？加上俄罗斯现在确实没钱。其一，乌克兰打击虚假信息中心12月9日报告称，俄罗斯国家福利基金中的流动资产已从2022年2月的1400亿美元下降到2024年12月1日的538亿美元。乌方指出，俄罗斯正在牺牲经济稳定来维持乌俄战争是无法持久的。其二，俄罗斯内部犯罪率正在激增。俄罗斯总检察长伊戈克拉斯诺夫12月9日称，包括贿赂在内的腐败犯罪，2024年比2023年增加了近30%。截至目前，俄罗斯当局已在2024年处分了超3万名腐败的俄罗斯官员。由此可见，乌俄战争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压力正越来越大。加上俄罗斯在国防工业上的普遍腐败和劳动力短缺和效率低下等问题，直接加剧了俄罗斯战争的成本。因此，俄罗斯也就不会轻易出动宝贵的战机了。毕竟每损失一架就损失近1亿美元，实在顶不住。而乌克兰方面，其战机数量虽然有所增加，但大多应用在了要地防守上。想要主动出击作战，火力军估计起码要等到2025年接收更多的 F-16战机后。因此，即便乌俄战争打了2年多，我们也没能看到一场像样的空战。前线方向，乌军反击得十分凶猛，不仅重新攻入克列涅沃地区，还运用新战术击落俄军直升机，还打击黑海俄平台。库尔斯克方向，乌军重新攻入克列涅沃地区，控制了当地波格列布基村约30多平方公里区域。外界有分析认为，乌军可能即将在该方向发起大的攻势，因为俄军现在的主要精力似乎放在了苏贾南部的普列霍沃上。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俄军集结了第22特种部队旅、第30摩托化步枪团、第115海军步兵旅、第810海军步兵旅以及亚美尼亚营和库尔斯克志愿分队向普列霍沃方向发起了攻势，试图夺回领土。目前战况还不明朗。在达里诺方向，12月9日，一个乌克兰营地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该营已从达里诺南郊推进到了该村北部，并击退了俄军连级规模的机械化突击。此外，乌军第36海军陆战旅还针对俄军后勤线进行打击，摧毁了俄军的运载设备、补给车辆和人员。有报道称，乌军使用无人机加地雷战术，在仅数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摧毁了俄军90多辆各式装备。总之，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进攻正越来越活跃。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在德沃里奇纳进行反击，俄军在奥斯基尔河西岸依靠桥头堡进行阻击。目前战斗仍在进行中。在博古斯拉夫卡方向，一名乌克兰营长报告说，俄军正试图利用恶劣天气进行攻击，但都被我们用无人机阻止了。该营长还称，该方向乌俄的伤亡比是1比7，负责进攻的俄第1近卫坦克军损失惨重。托列茨克方向，12月9日，乌军在市中心的阿万哈德体育场依靠阵地数次击退了俄军小型步兵群的攻势，同时利用无人机向俄军阵地投掷炸弹，并引诱装甲车进入雷区将其击毁。该方向作战的乌克兰营副参谋长表示，乌军已成功阻止俄军包围托列茨克的行动。红军村方向，俄军恢复进攻，其南部12月9日，俄军第9零坦克师和第433摩托化步枪团已经抵达维多纳斯南部和舍甫琴科东部。从战役地图上看，火力军认为俄军的意图应该是切断主要公路，迫使乌克兰从红军村撤军，因此俄军的下一步行动应该是继续西进，向150公路推进。不过这一步肯定会很困难，毕竟俄罗斯尽全力在红军村方向拱了1年，才刚摸到红军村的边。更何况红军村的乌军得到新援助后，也开始加大力度反击，如乌军在辛托维斯克进行了反击，并摧毁了附近索罗纳河上的一座桥梁。库拉沃霍方向，一个乌军旅发言人表示，由于攻击重心转向红军村和装备短缺，俄军降低了对库拉沃霍的袭击频率。克里米亚方向，乌克兰安全局12月9日报告称，乌军无人艇在12月5日至6日夜间袭击了一艘载有刻赤大桥修复设备的俄罗斯船只，期间俄军出动直升机、飞机和猛禽巡逻艇试图进行击退，但没想到乌军的海宝贝无人艇配备了大口径机枪和无人机，双方在黑海水面和上空展开了激烈的交火，最终成功击毁了俄军的直升机和黑海博伊科尤塔的俄军监视系统，并造成人员损伤。乌克兰现在的无人作战真是越来越好了，无人机和无人艇的配合不仅能降低无人机受恶劣海况的影响，还能隐藏作战平台，增加战术奇袭性。此外，它俩结合不仅能威胁俄军军舰、船只、海上基础设施，还能精准打击克里米亚沿岸的俄军关键目标，如雷达、电子战设备，以及如贝尔贝克、卡查和萨基等滨海机场。可以说，如今在克里米亚、黑海，乌克兰才是王者。
12月9日，乌克兰发布俄军损失数据显示，俄军新增伤亡1220人。从装备损失上看，俄军资源已经不多，需要重新集结部队。泽连斯基也证实称，自2022年2月24日以来，乌克兰已损失了4.3万名士兵，37万人受伤。但截至目前，已有50%的乌军伤员选择重返战场。而且自9月以来，乌俄双方人员损失比例达到了1:5，甚至1:6。而俄罗斯伤亡，泽连斯基表示超过了75万，其中19.8万阵亡，超过55万人受伤。对此，泽连斯基12月9日直言，乌克兰不会牺牲年轻士兵的生命来弥补军事装备和训练上的不足。这既讽刺了俄军的人海冲锋战术，也回应了美国及盟友要求乌克兰将征兵年龄从25岁降至18岁的压力。他进一步指出，乌克兰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装备和训练现有旅级部队，同时与盟友携手努力，结束俄罗斯的全面侵略战争。据自由时报报道，为遏制俄罗斯潜在的破坏行动，自本月起，法国、荷兰已各派遣4架阵风战机 F-35战机进驻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执行北约新一轮的空中警戒任务，预计将持续到明年3月底。截至目前，这些战机已进行了2次紧急升空，其中第一次升空主要是侦测到了2架俄军军机，分别为1架安72运输机和1架苏 24MR 电子情报侦察机。至于第2次升空，则是再次侦察到1架俄军伊尔20侦察机。这3架俄军军机均由 F-35战机全程监控，直至其离开北约领空。据德国新闻电视频道报道，乌克兰在武装部队日展示了新型的地狱导弹无人机，即将新型导弹与传统无人机进行整合，使其成为一种新武器。根据乌克兰官方提供的数据，地狱导弹无人机的最高飞行速度约每小时700公里，射程同样是700公里。单从其射程来看，已远超美军的 ATACMS 导弹和英法合制的暴风阴影导弹。而克里姆林宫距离乌克兰边境约450公里，因此该无人机能够直接深入打击俄罗斯腹地。与此同时，为庆祝乌军在无人武器方面的突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意在 X 平台上发布声明，称首批地狱导弹无人机现已交付乌克兰军队，并进行了实战部署。不过其没有明说具体的部署数量，只表示后续将扩大该武器的生产和部署规模，显然是不想给俄罗斯透露太多情报。此外，今年8月，乌克兰还展示过一款名为圆面包的导弹无人机，其射程也有数百公里，还可搭载100公斤的弹头。据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表示，目前这款无人机也已开始量产。据消息报道，目前乌军正持续发动无人机攻势，例如使用无人侦察机在前线上空侦察俄军动态，从而能随时通过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对俄军进行精准打击。而自杀式无人机则携带弹药四处搜索俄军。在这种情况下，俄军前线阵地的补给作业已愈发困难。如果俄军继续采用人力进行后勤补给，那么在运输行动中，乌军无人机就会对其发动进攻。对此，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测试一款新型货运无人机，旨在更加高效地为前线部队运送水、食物、弹药和其他货物。报道称，这款新型无人机主要采用俄罗斯国产部件，共分为2种机型，其一是运输型，可装载不同尺寸的货物，有效载荷20公斤，飞行速度每小时60至70公里；其二是攻击型，可搭载2枚 TM62 反坦克地雷。此外，这2种无人机的航程均受无线电设备限制，大约为10公里左右，超过该距离无人机就会失控。除这款无人机外，在消息报此前报道中显示，俄罗斯还在研发另一种新型无人机，其采用4旋翼结构，机身由铝制成，并配备有4台发动机，有效载荷为300公斤，航程约150公里，旨在向前线或人力难以到达的地方运送补给。与上述无人机一样，该无人机除可以运输补给物品外，其具备的高负载能力还能使之搭载重型弹药，执行一些进攻任务。据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报道，由于在乌俄战争中，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援助了大量的155毫米口径炮弹，导致其整体库存下降。对此，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已在立陶宛建造火炮弹药厂，旨在为北约生产155毫米口径炮弹。预计该工厂正式的生产工作将于2026年年中开始，待其全面投产，将会大幅弥补北约国家同类弹药的库存。
此外，北约将该火炮弹药厂选址于立陶宛，其实也大有深意。在后续可能会爆发的冲突中，俄罗斯可以从东部经由白俄罗斯，也可以从西部经由加里宁格勒迅速进入苏瓦乌基走廊，而这条走廊则是连接波罗的海3国和波兰的咽喉点。因此，该地区的北约部队需要时刻保持军备充足，以应对可能到来的袭击。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美日澳3国正在进行山鹰联演，该演习已于12月7日开始，预计14日结束。据悉，山鹰演习始于1982年，截至目前已进行过86次。在2022年之前，澳大利亚一直以观察国身份参与，近2年则开始以正式国参与。在此次演习中，美军派出了1350名士兵，日本派出了5500名士兵，澳大利亚派出了250名士兵。另外，菲律宾、英国、加拿大、新加坡、法国、印度等国也将以观察国身份参加此次演习，其中印度还是首次参加。据自由时报报道，由于菲律宾海军目前只有2艘巡防舰具备反潜能力，分别是导弹巡防舰黎萨号及鲁纳号。对此，该国总统小马克思曾于今年1月批准了一项350亿美元的军事现代化计划，代号为重启地平线3。按照该计划，菲律宾海军将采购更多具备反潜作战能力的舰艇，以提高该国在海上交通线内探测水下潜舰的能力。不过，该计划目前并没有公开太多细节，但鉴于俄军舰艇出现在菲律宾海域，该国已计划紧急制购2艘全新的反潜舰艇。此外，菲律宾还委托韩国现代重工建造2艘导弹护卫舰和6艘近海巡逻舰，并计划为这些舰艇配备先进的声纳系统，以进一步提高其反潜效能。据乌克兰国防快报报道，乌军正使用新型的拦截方式来应对俄军的无人机攻势。例如，有流传影片显示，乌军同时使用2架米8直升机来对俄军无人机进行反制，其中1架直升机负责远距离追踪，另外1架则执行进攻指令，最终成功将俄军无人机击落。需要注意的是，要想复刻这种作案战例并非易事，即不仅需要机组人员具备高超的飞行技巧，还需要彼此之间能够完成精准的协同作战。但实际上，乌军于今年7月下旬就已首次记录了这类行动，而到了8月，乌军还公开了密8直升机机组人员使用机枪摧毁俄军无人机的影片，可见其在无人机作战方面具备明显的创新能力和强大的执行能力。据突破防卫报道，丹麦和瑞典2国与 BAE 公司签署了一份新合约，将采购205辆 CV9035 Mk3C 新型步兵战车。这批战车将采用荷兰陆军的最新规格，在全新生产的底盘上配备新炮塔 M242 巨副式链炮，并安装新型瞄准火控系统、铁拳主动防护系统，总价值约250亿瑞典克朗。其中，丹麦将采购115辆，主要装备于该国的皇家陆军。丹麦目前筹组中的陆军第1重装旅仅装备有44辆步兵战车，预计这批战车交付后，战车总数将达到159辆，可大幅提升该国陆军的整体战力。至于瑞典采购的90辆中，50辆将交付瑞典部队，用于填补先前援乌装备空缺，另40辆则将运往乌克兰，协助乌克兰补充战场损耗，以提升其机动打击能力。据德国媒体报道，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1月中旬，德国政府共发放4163份出口许可证，出口额约109亿欧元。有鉴于此，再结合历史订单等因素，尽管德国目前尚未发布年度军贸评估报告，但其今年的对外军售总额可能会超过去年的122亿欧元。需要注意的是，德国联邦议院议员达戴伦指出，在上述109亿的出口额中，有72亿欧元来自武器出口，而这些出口的武器中又有65%流向乌克兰。例如，仅今年上半年，德国出口至乌克兰的武器金额就超过了49亿欧元。除乌克兰外，以色列也是德国武器的出口大国。自去年10月以来，德国还向以色列出售大量武器，总金额约1.1亿欧元。此外，新加坡、印度、沙特和卡塔尔等国也是德国武器的重要买家。例如，今年初，德国解除了对沙特持续近6年的武器出口禁令，向其提供150枚升级版 IRIS-T 近程空对空导弹。另外，德国还向韩国出售90枚金牛座导弹，并与意大利、保加利亚、波罗的海国家签订了中近程防空系统、雷达天线及巡逻舰等合同。同时，德国还与挪威、匈牙利、英国等传统贸易伙伴保持着军贸联系。总而言之，东欧地区已成为了德国军火主要流向地，而中东地区
则成为德国海外军售份额涨幅最大的地区。至于其他地区，德国也在积极扩展相关市场。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俄空天军还能发挥压制作用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烈军，下期再见。